外资企业跑路，中国写字楼市场迎来了至暗时刻。曾经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大楼，如今空荡荡如鬼城。南华早报一针见血，外资大批撤离，中国写字楼前景暗淡的让人窒息。北京空置率从去年第4季度的 17.9% 猛涨到今年的 21%， 上海更夸张，直接飙到 22.1%。业内专家放出狠话，到今年年底，一线城市空置率可能冲破 25.2%， 二线城市甚至高达 34.8%。这简直是往中国经济的心窝子上捅刀子啊！本周，美国嘉利律师事务所扔下重磅炸弹，他们将于7月关闭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财富金融中心的办公室。这可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，曾经象征外资雄心，如今却成撤退起点。更别提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血泪教训了。旗下基金拖欠 7.8 亿美元贷款，延期1年多还不上，最后被迫将上海陆家嘴滨水广场2栋办公楼贱卖给渣打银行。贱到什么程度？打3折都没人接盘。这画面太心酸了。再来看看数据有多扎心。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世邦魏理仕1月的报告，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经高达 22.1%， 而北京也不遑多让。2024年第4季度空置率攀升至 21%， 比2020年同期的 17.9% 高出一大截。北京中央商务区，这个汇聚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、华贸中心和北京嘉里中心的金字招牌，空置率从2019年的 11% 路狂飙到去年的 16%， 租金更是从疫情前的每平方米每月365元跌到现在的不到300元，折合美元才41块多一点。这价格跌的，连房东都得怀疑人生了，更别提全国范围的惨状了。第一太平戴维斯最新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，中国10大主要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已经达到 20%， 远超健康水平的 5% 至 10%， 堪称危险红线。专家预测，到2025年底，全国平均空置率还将再涨 3.2个百分点，一线城市 25.2%， 二线城市 34.8% 的空置率简直是末日预言。与此同时，租金还要再跌 6%， 这对那些指望收租过日子的房东来说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外资撤离就像抽走了写字楼市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独立咨询公司胡同研究的合伙人郭山一针见血地说，他还甩出数据，外资工业企业利润在2022年暴跌 9.5%， 2023年再跌 6.7%， 今年又下滑 1.7%。 这利润缩水的比秋天的树叶还快，外企不跑才怪。更别提中美贸易战火上浇油，地缘政治风险让这些公司瑟瑟发抖。郭山补充道，律师事务所尤其惨，本土律所崛起，成本低，竞争力强，外资律所的市场份额被挤得连渣都不剩。Dealogic 的数据更让人绝望，2024年中国并购交易总额不到2020年5330亿美元的一半，这市场萎缩的跟被抽干了一样。写字楼空荡荡，租金跌跌不休，外资撤离的阴影笼罩中国经济。这只是开始，更惨的还在后头。外资跑路，写字楼空置率飙升，这一切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一句话，中美贸易战升级，经济增长失速，外资利润暴跌，3记重拳把写字楼市场打得满地找牙。这危机早就埋下种子，现在不过是秋后算账。先说中美之间的这场大戏。自从贸易战开打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警惕心就蹭蹭上涨，关税、制裁、科技封锁轮番上阵，外资企业夹在中间动弹不得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
2023年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平均关税已高达 19.3%， 比2018年翻了整整3倍。这还不算完，今年年初，美国又推出新规，要求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必须提交详细的供应链报告，不然就等着被罚款，甚至逐出市场。这种高压政策下，谁还敢在中国多待一天？独立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直言不讳，2024年外资在华直接投资同比暴跌 28%， 创下近20年新低。这数字看着都让人腿软。再看看中国经济自己的内伤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甩出来就是一记耳光。2023年中国 GDP 增速仅为 5.2%， 创下30年来最低纪录。2024年更是不乐观，预测值可能跌破 5%。 这经济增速放缓，直接让外资企业慌了神。胡同研究的郭山一语中的外资来中国是为了赚钱，不是来陪跑的。现在利润没了，谁还愿意在这儿耗着？数据显示，外资工业企业利润连续3年下滑，2022年跌 9.5%， 2023年跌 6.7%， 2024年再跌 1.7%， 这利润缩水的比冰淇淋在太阳底下化的还快。更别提并购市场这块肥肉了。Dealogic 统计，2024年中国并购交易总额仅剩2500亿美元，连2020年5330亿美元的一半都不到。没生意可做，外企自然打包走人。说到撤离的具体案例，贝莱德的遭遇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惨。7.8亿美元的贷款压在身上，延期1年多都还不上的滋味，谁尝谁知道。结果呢？上海陆家嘴滨水广场的2栋办公楼被迫甩卖给渣打银行，3折都没人接手。这可是上海最核心的金融区啊！曾经1平方米租金能喊到500元的黄金地段，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。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毫不留情，2024年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达 22.1%， 比2020年的 15.6% 高出一大截。租金从每平方米每月400元跌到320元，跌幅超 20%。 这价格掉的比股票崩盘还吓人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本土企业也没能撑起这片天。智联招聘统计，2024年全国白领岗位需求下降 15%， 北京、上海写字楼需求缩水 20%。 互联网巨头裁员，国企降本，谁还租办公室？这市场冷的，房东电话都不响了。外资撤离是中美博弈的残酷现实，也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写照。空置率飙升只是表象，更深危机还在后头。外资撤离的多米诺骨牌倒下，写字楼市场迎来寒冬中的寒冬。空置率飙升，租金暴跌只是开胃菜，更大灾难在等着。到2025年底，1线城市空置率或冲 25.2%， 2线城市 34.8%。 成片高楼变鬼楼，60万白领饭碗悬了。地产商破产潮近在眼前，中国经济这艘船要撞冰山了。空置率有多恐怖？第一太平戴维斯报告显示，10大城市空置率达 20%， 2015年仅 8.5%， 如今翻 2.5 倍至 21.3%。 世邦魏理仕预测，2025年1线城市 25.2%， 2线城市 34.8%， 大楼成了无声墓碑。租金更惨，北京中央商务区跌破300元，上海陆家嘴跌到320元，未来1年还要再跌 6%。 以北京500平方米办公室为例，月租从 18.25 万元跌到15万元，1年少赚40多万。这钱掉的比股市还狠，就业冲击更吓人。中国写字楼协会统计，全国写字楼关联就业超200万，北京、上海占70万。外资撤离，需求缩水 15%至 20%，
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2024年白领岗位需求下降15%，北京、上海跌20%。保守估计，60万白领饭碗悬一线，上班族没了公司，房贷车贷却还在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地产商日子更苦。贝莱德贱卖大楼只是冰山一角。中国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商业地产贷款违约率达3.8%，比2020年1.2%高2倍多。杭州、南京空置率逼近30%，租金跌超25%，40%中小地产商现金流到临界点。2023年200家地产公司倒闭，2024年或达500家，这崩盘速度比多米诺还快。更讽刺的是，政府想救都救不动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商业地产税收收入下降12%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。房东哭诉减免租金救不了命，租户没了，楼空了。商务部喊支持高质量发展，可这口号听着太无力了。再看看更远的未来，美国商务部正在酝酿更狠的招数，要求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美国注册、缴纳保证金，甚至披露供应链细节。这要是落地，多少外资还敢留在中国？而没了外资，本土企业又撑不起天，写字楼市场只会雪上加霜。彭博社预测，到2026年，商业地产总值缩水15%，蒸发2万亿人民币。外资撤了，楼空了，人失业了，地产商倒了，这危机像滚雪球。中国写字楼市场不是漏水，是彻底出焦了。曾经的繁荣只剩哀嚎。谁能想到那些闪闪发光的大楼会是这模样？